尼这次要跟你们分享的主题呢比较特别一点，是如何让男友拍照更加分的小技巧。那其实上一次我分享了 IG 小技巧，其实是比较着重在平拍单拍的方面，但是我在 IG 上其实也还蛮常分享一些就是穿搭，就是有人像的部分。那很多人会留言或者私讯问我说，有什么可以让拍照就是人像拍照更好看的方法？然后也会有人在看到我穿搭照，就会说可惜我男朋友是不会拍照的人。但是我想跟你们分享的是，其实 P 先生本来也是一个不太会拍照的人，但是在经过多年的磨练之后呢，其实他现在很常可以拍出我很满意喜欢的照片。所以呢，今天会跟你们分享5个基本的拍照加分小技巧，而且是手机就可以立即执行的部分。那我们就开始吧。首先第一个小技巧呢，就是拍照的光线。那光线的部分呢，我个人最爱的是白天的自然光。那自然光又分成顺光跟逆光。那顺光的部分呢，因为你光是平均的洒在你身上，所以你的气色看起来相对会比较好，比较明亮之外呢，比较不会有那种脸忽明忽暗的问题。那逆光呢，是因为你比较容易拍出脸是看起来灰灰脏脏的不好的气色，所以除非你是用比较好的单眼相机，比较适合去拍逆光。如果你只是一般使用手机拍的话，我会建议尽量是顺光拍摄。再来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是白天拍摄呢，我会优先喜欢在早上或者是下午阳光比较柔一点点的时候，然后要顺光拍摄。那如果不得已是可能在环境比较阴暗或者是晚上拍摄的时候呢，我会建议大家室内尽量选择白光大于黄光，因为白光会让你的气色看起来比较自然，那黄光的部分会让你看起来整个肤色跑掉之外，女生如果后续想要用滤镜去修图的话，其实也会比较难修。所以第一点就是要光线的掌握。第二个小技巧呢是拍照的角度。那角度的话呢会分成3大类，第一个是俯角。俯角就是你手机微微的倾斜，有点由上往下拍，这叫做俯角。第二个是平视，平视的话呢，就是你手机会垂直地面这样子往前拍。第三个呢是仰角，仰角是手机微微的向你的脸倾斜，然后由下往上拍的这种感觉。那这3种角度呢，分别有适合的拍法。像第一种俯角呢，我会比较建议是女生自拍或者是拍半身的时候，像女生拿相机自拍，我们都很容易就会这样由上往下倾斜，目的就是你可以让脸看起来比较小，然后下巴比较尖。但是如果你想要请男朋友帮你拍全身照的话，我会比较不建议用俯角的原因是因为，如果你本身不是腿非常细非常长的话呢，俯角很容易就是让你的腿看起来比较短，比例比较不好。像我，因为我身高不够高，然后我腿又很短，所以我就不太喜欢用俯角来拍摄全身。那再来就是，如果你是想要拍一些坐着的画面的话，你也蛮适合用俯角，因为俯角有点就是由上往下看，坐着的话会看起来比较无辜、比较可爱的感觉。那当然，整体的感觉是根据你当下拍的情境，所以我会建议就是自拍，然后还有半身跟有时候坐着比较适合用俯角的角度。那我这边放几张，就是我 Instagram 上面就是有俯角的拍照角度给你们参考。再来第二个是平视，平视是我个人最常用也觉得最安全的拍摄方式。那平视就是手机会是垂直地面的嘛，那如果你想要请男朋友帮你拍全身照呢，我会建议他的镜头对准在你的胸口到肚脐中间这个区块，就是不要太高也不要太低，这个区块拍全身是比例最安全、最不容易跑掉的。那当然平视也不是说很死板，就是你手机一定要跟地面刚好这样90度垂直，没有，你可以稍微根据你当下拍的环境，譬如说你今天想要跟天空一起拍到，或者是拍到多一点屋顶或者头上的背景的话，你可以稍微就是手机这样稍微的调整你的角度，但是记得不要这样很夸张，就是微微的调整，然后去拍到一点背后的背景画面。那平视的照片呢，我也放几张在这边给你们参考，就是拍起来的感觉。再来第3种仰角呢，我会建议是用在你想要拍比较有气势或者是比较有情境的那种照片的感觉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仰角。那仰角的好处呢，是因为你手机是有点由下往上的，所以像女生想要偷偷的作弊、小心机，想要让腿看起来比较长的时候呢，就可以请男朋友稍稍的把手机这样子仰，那就可以拉长你的腿型。但是呢，我个人比较喜欢
自然一点的感觉，就是不要太夸张修饰，所以不要说叫它很仰的，那你整个人比例反而会有点失调，所以就是稍稍的仰，然后去拍出你觉得比较好看的比例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仰角缺点呢，就是因为由下往上拍会直接拍到下巴这个角度，所以如果你本身有双下巴或者觉得这边比较肉的话，就是记得仰的那个角度不要太夸张，不然就会让你的缺点展现出来。那这边同样也放几张仰角的拍摄角度给你们参考。那为了让大家可以更清楚的了解，就是不同角度影响你人体比例的画面呢，我在同一个环境下同时放上了仰角、平视跟俯角3种画面给你们参考，你就会知道拍摄角度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小技巧哦。接下来第3个小技巧呢是拍照的构图。那构图最重要的目的其实就是取得照片的平衡感。那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就是你把照片切割成平均的9宫格。那9宫格呢，我会分成上下跟左右来讲。那我先从上下的9宫格来讲。那如果你今天要拍半身或全身呢，会建议你把人放在由下往上数的1/2或是到满版的位置。那这个拍照的比例呢，会取决于女生想要拍照的背景。如果你想跟后面的背景一起拍呢，你就可以把人缩小一点，大概占画面的1/2。但是如果你想要比较强调你当天的穿搭或者是你整个人的话呢，你就可以把人放到画面的2/3到满版。满版的话呢，其实是会比较像是欧美那种街拍 lookbook 的感觉。再来左右的部分呢，会建议大家把人放在中间这一格，中间这一格是最不容易失败也最安全的位置。那当然你也可能因为你后面的背景有不同，譬如说你今天不是只有一个人，我今天可能看到一个景点，好，假设这是一个景点好了，景点放在这，那你的重点就不是只有我这个人，你应该是以这个人加这个景点变成一个画面的重心。所以说呢，你可以根据女生当下想要拍的，比如说你今天想跟景色拍，或者是今天想要人拍，而去移动你那个左右的位置。再来，如果你觉得刚刚那个9宫格或什么你还是不懂的话呢，最简单的方式我自己使用就是女生会比较知道你自己想要的画面，我就把手机摆好，然后构好我想要的图，说等一下你就这样子，然后我人会在这中间，然后你就按下快门。这个是最简单，就是用女生的出发点去讲出你想要的构图，然后男生就只需要按快门就可以了。再来第4个小技巧呢，是了解女友的喜好。那这部分会分2大点，第一大点就是你要了解女朋友她喜欢的拍摄角度，譬如说哪个角度比较瘦，哪个角度比较好看。再来第2个就是拍照的姿势。那了解女友喜欢角度，譬如说像我自己，我比较喜欢我的左脸胜过于右脸。那你拍的时候就不要硬去拍她右脸，就是尽量从左脸拍下去。那再来姿势的部分呢，有时候男友在拍照的时候，你适时的去引导女生摆动作呢，会拍出更自然，然后更好看的照片。譬如说，以我自己为例好了，就是我很常就是不知道要摆什么动作的时候，我就会往下看。然后或者是说，你可以看左边、看右边，然后拍出比较有氛围情境的照片。那你动作手不知道摆哪里的话呢，你也可以，譬如说插口袋啊、放包包啊、假装拿东西、看手机都可以，就是拍出比较自然的感觉。这个小技巧就是除了可以拍出更好看的照片，也可以增加你们情侣之间的一些互动小情趣。第5点是最后一个小技巧呢，就是你如果掌握了前面4个小技巧之后呢，宁可多拍也不要少拍。我之前看到很多网络上的影片，就是说哦，男生女生因为出去，然后女生拍不到他喜欢照片会吵架或者是什么，但其实我觉得有时候男生就是会稍稍比较没有耐心一点，就是拍就好了好了。但是女生拍不到喜欢照片，她就会觉得很因为她就是喜欢记录啊，因为男生女生本来就不一样。但是呢，我会建议，如果你男生想要帮女生拍照的话，你就宁可多拍几张照片，多按几下快门，然后让女朋友去挑出她最喜欢的照片。我觉得这也是可以让拍照片更成功的一个方式。那当然，如果你越拍越上手，越拍越熟练的话，你就能快速的精准抓到他想要的口味。那以上5点呢，就是跟大家分享让男友拍照可以更加分的小技巧。那如果你想看更多穿搭照呢，欢迎来我的 Instagram， 然后也别忘记就是这支影片要拿给男朋友看，让他好好学习，或者是拿给你身边的男性朋友们看。OK， 那就这样，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别忘了帮我按个喜欢，然后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可以点这边。那我们就下次见啦，拜拜。